一辆公交车平稳地行驶在郊外的路上，女司机一怒之下突然一脚油门冲下悬崖，全车无一人生还。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。一辆44路公交车行驶在一条人烟稀少的小路上，乘客们懒洋洋地依偎在椅子上昏昏欲睡。司机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在这种野外行车是没有公交站的，只有人招手，司机就会停车。一个男青年百无聊赖地坐在路边，他已经等了足足2个多小时。看到远处的公交车驶来，男青年急忙站起身招手，示意女司机停车。上车后，男青年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币，女司机熟练撕开车票交给他。男青年礼貌地询问女司机：“我能抽根烟吗？”“你抽你的。”男青年点了根烟，吞云吐雾。他站在车前看了看女司机，又看了看车前挂着的工作证。男青年认出女司机并不是本人。女司机打趣了一句：“我减肥了嘛。”公交车还在荒凉的小路上开着，远远望去，前面又有2个人准备搭车，一个人蜷缩着上半身，很痛苦的样子，另一个人挥手示意，看样子他们需要帮助。女司机赶忙停车，可车还没停稳，2个男人就冲进车里，下一秒他们瞬间变了副嘴脸，掏出刀子，恶狠狠地威胁乘客把钱都掏出来。女司机慌乱不已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遇上了劫匪。乘客们都担心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，纷纷掏出口袋里的钱交给劫匪。白衣劫匪站在女司机身边，示意把钱都掏出来。女司机只能乖乖掏钱，想要息事宁人。原本盯着钱的劫匪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女司机，很显然眼睛已经表达了一切。可偏偏有位大叔不想交钱，白衣劫匪怒了：“谁呀？你是不是找死啊你？”女司机见状赶紧劝说：“哎，你还是把钱给了吧。”白衣劫匪还是一脸痴汉模样，接着他走过去，将匕首叼在嘴里，抓住大叔一顿乱揍。大叔的脸被打出了血，还是乖乖掏钱了事。白衣劫匪拿着刀，眼神扫了一圈：“还有谁找麻烦啊？我就把谁给办！”就在他们成功得手准备撤离时，白衣劫匪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女司机开始慌了，她有不好的预感，因为劫匪的目光太过于赤裸裸，刚劫完财又想要劫色。果不其然，劫匪硬生生将女司机拖下去。女司机苦苦哀求，可她越反抗，劫匪就越兴奋。女司机凄惨地向着车内的乘客呼救，可乘客们就跟死猪一样无动于衷。女司机只好跪在地上求劫匪放过自己，但换来的却是重重的一巴掌，被打得站不起来。劫匪拖着她走进了枯草丛，全车依旧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。男青年看着司机被拖走，很犹豫，也很纠结，终于看不下去了：“怎么都坐着呀？”但乘客们始终是充耳不闻。好不容易有一个男士刚要起身，却被旁边的妻子又拽回座位。男青年没办法，他只能自己顶上去。可他刚一下车，刚才仿佛被定住的乘客们都站起来观看故事的发展，动作相当的一致。男青年一个人追了上去，与黑衣劫匪厮打在一起，但是无论是在身高还是体型方面，都被对方碾压。他又抱住劫匪的大腿，匪徒直接从身后掏出匕首，狠狠地给了他一刀。男青年大腿被划开，鲜血直流，爬不起来。车内的乘客们更加惊慌了，但是惊慌中又带有一丝平静，幸好不是自己出头。男青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劫匪对女司机实行了侵犯，车上的人始终默默看着。办完事后，2名劫匪扬长而去。女司机收拾好衣服后，蓬头垢面地回到了车上。她用泪眼朦胧的眼神扫了一遍车厢里的乘客，好像在问：明明那么多人，为什么不肯救救自己？乘客们都不敢和她对视，纷纷低着脑袋。重新坐回驾驶位的女司机忍不住趴在方向盘上失声痛哭，一切都源自于人们的冷漠。看着车上的玩具小狗，上下晃着脑袋，女司机做出了一个决定。这个男青年想要上车，但女司机却无情地将他拦在了外面。男青年很不解：“为什么呀？我刚才可是唯一下车救你的人。”女司机没有回答，直接狠心地关上车门，然后又将男青年的背包扔下了车。男青年眼睁睁地看着车辆驶离，却没有一点办法。他心中懊悔，气愤地坐在地上，自己就不该多管闲事，早知道就不救那个女人，还挨了一刀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拖着受伤的腿，一边走一边留意路边的车辆。好在有一辆私家车经过，好心载他一程。而在车上，他看到有一辆警车鸣笛驶过，看样子前方好像出了事故。没过多久，警车就在路边停了下来。男青年下车想看看热闹，没想到却从警察的对讲机里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：44路公交车翻下了山崖。经确认，车上的乘客连同司机无一人生还。听到这里，男人突然明白了女司机让他下车的含义，他嘴角也流露出了笑容。也许他在为自己还活着庆幸，也许他明白自己的见义勇为是正确的，又也许他在为女司机的解脱感到庆幸吧。
不管因为什么，她都是因为自己的善良活了下来。这是一个让人心寒彻骨的故事。我想，女司机在踩下油门冲向悬崖的那一刻时，是将所有的愤怒都化成了悲哀，悲哀这个世道，悲哀这个社会，悲哀这残酷的人性。乘客们的过度冷漠，女司机的报复，孰是孰非，谁又能说得清楚呢？